今天我们要做出的是这种人物爆出碎片的效果。这里一张照片，你可以看得到一个穿蓝衣的男人站在中间。这样你就要想一想，首先你的碎片是要往哪一个方向爆出去呢？是向左吗？是向右吗？这样我这里打算做的呢是爆去右边，就好像你片头所看到的那个照片一样。这里呢我会需要到3样素材，第一样素材就是干净的背景图，是没有任何的人物站在这个背景那边的。第二样是拷贝出来的这个蓝衣男人，还有第3样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蓝衣男人是站在碎片的那个方向，拿来做这个碎片效果用途的。可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？首先我们把这个原图层拷贝一次，然后我们就去用 Object Selection Tool 把人物给框起来。这个功能呢，它就会帮你在框框里面的主体它给选出来。选了过后呢，我们就按 Ctrl J 2次，拷贝2次。然后我们再去这个图层的地方，我们关掉这2个新的图层的眼睛。我们重新命名其中一个图层为 Big， 另一个图层为 Small。OK， 在这个 background 的图层，你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蓝衣的男人在草场的中间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碎片的效果了，因为我们要一张是干净的背景图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男人给移除掉它。我们去用 Marquee Tool 把这个人物给框起来，然后我们去 Edit Fill， 这里我们选择 Content Away， 就是内容识别，然后我们按 OK， 可以了过后我们就按 Ctrl D Deselect， 然后我们再放大看一看，它这里的草丛其实内容识别也不是做得特别好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去自己手动修一修它。OK， 我们这里先按着 Ctrl 键，然后按其中一个人物的图层，点击一下，它就会出现了一个人物的选区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回到去这个 Background Copy 的图层，我们选择这个图层，我们去下方的 Layer Mask 蒙版那边，我们点击一次，然后风景就会被限制在人物范围的区域里面了。其实为什么我会去这么麻烦的做这些 Layer Mask 呢？是因为刚刚这个 Background Copy 的图层，它内容识别出来的效果真的是不是很理想，所以我就打算把人物范围里面的这个风景，我就使用内容识别的图层，人物范围以外的图层我就会用回 Original 的照片，这样它那些内容识别错了的地方，它就不会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打开最下方图层的眼睛，可以看得到它这里的边缘呢，其实也是还没有清理干净。如果放置不管呢，它就会影响到后期整体的美观。现在呢，我们回到刚刚内容识别的那个图层，我们选择它的蒙版，然后我们去用 Eraser， 这里我们用 Soft Round Eraser， 然后我们在人物边缘那边擦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现在背景这个图层呢，我们已经是完全处理好了。现在我们打开上面那2个图层的眼睛，我们选择 Big 的图层，然后把人物给拉大。至于说这个人物要放到多大才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呢？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定的比例，只不过你把人物放到不够大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做碎片的那个范围就会限制在某一个区域里面。如果你把这个人物放到更加的大的话，你的碎片效果就可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，这样整体震撼的效果我会觉得是比较 OK。放大了过后呢，我们就在这个图层，我们按着 Alt 键，然后按下方的 Layer Mask 给它创建一个黑色的蒙版。至于 Small 的图层呢，我们就直接创建一个白色的蒙版就可以了。
OK，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碎片的效果了。可是我们的 brush 都是圆形的，我们怎样才能做出那种尖锐的碎片效果呢？ OK， 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就自己去 DIY 一个 brush 出来。我们首先去 File New 1000 pixel 乘1000 pixel， 然后按 OK。在这个新的画板那边，你就用拉手图画出碎片的形状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形状填充黑色，我们就去 Edit Fill Black， 按 OK。然后我们还要再把这个形状定义成一个笔刷，所以我们去 Edit Define Brush Preset， 然后这里的名字你就随便填上，然后按 OK， 你的笔刷就会变成这个形状的笔刷了。现在我们已经 DIY 了这个笔刷，我们就回到原本的文件那边。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些笔刷的设置，才能开始做碎片的效果。不然的话呢，你是需要手动一个一个的这样去点那个碎片的效果出来。还有如果你拖着走的话呢，它其实也会变成好像普通笔刷，变成一条线这样，也是非常的麻烦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去笔刷设置这里呢，你可以按键盘上的 F5， 它就会跳出笔刷设置了。首先第一个要调的呢，就是 Spacing。在这里呢，我会调到每一个碎片是明确分离的。接下来要调的呢，就是 Shape Dynamics 的 Size Jitter。这个设置呢，它会让到你的笔刷里面是有不同大小的形状，所以一般超过50%都已经是 OK 了。然后就是 Angle Jitter， 这个设置呢，可以让到你笔刷里面的碎片是有不同的角度。我把它设置在70%。接下来要调的呢，就是 Scatter。在 Scatter 的设置里面呢，我会勾选 Both Axes， 然后把它的参数调到去1半以上，就 OK 了。OK， 调好了笔刷过后呢，我们就去选择 Small 图层的白色蒙版，然后我们用笔刷在人物的边缘那边涂出一个一个窟窿出来。你可以使用100%的 opacity 来涂，也可以使用50%的 opacity 来制造不同的效果。然后涂到大概这个效果就 OK 了。接下来就要去选择 Big 图层的黑色蒙版，然后同样的也是用笔刷进行涂抹。但是不同的是呢，这次是用白色的颜色在黑色的蒙版上面涂抹，它才会显现出那个碎片的效果来。所以我们这里把这个 foreground color 转换成白色，然后你可以透过调整不同笔刷大小、笔刷的透明度以及笔刷的黑白颜色来达到不同的效果。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咯。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以及分享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。